男人将几只活蹦乱跳的螃蟹扔进火堆中，螃蟹还没来得及逃跑，就已经散发出诱人的焦香。将其从炭火中捞出来，不用清洗，撒上点盐，就可直接塞入嘴中，一口下去酥脆软糯，还有一股山林的清香。男人是住在阿瓦山的佤族人，在这里生活的人很少去城镇买菜，他们一直秉承着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自然法则。为了迎接今晚的宾客，他背上孙女前往深山开始进货。他们来到一处小溪边，轻轻翻开一块石头，几只山螃蟹就窜了出来。这种螃蟹只有硬币大小，通体呈灰褐色，因为个头小，如果不动的话，很难发现它们。孙女灵巧地将螃蟹拾起，迅速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竹筒中。尽管螃蟹已经开足了马力，可依然逃不出他们的五指山。螃蟹在进入竹篓之前，孙女还要拿起来玩一玩。进山采货的过程在此刻像极了一场亲子游戏。虽然山螃蟹个头很小，但它们的繁殖能力却很恐怖。尤其这里的环境山清水秀，没有污染，随便翻动一块石头，下面就藏着它们的七大姑八大姨。阿瓦山还有一种隐藏在竹林中的美味。男人对着眼前的竹子指指点点一阵研究，他可不是想吃竹笋，而是掏出大刀向竹子砍去。只见里面露出了几只可爱的身影，这是竹虫，它们在竹节里吸吮竹子的汁水，一个个长得白胖肥美。在佤族人眼中，竹虫是富含高蛋白的美味，3-2节的竹虫就可以做一盘菜了。烧螃蟹用的火来自佤族人家中的火塘，这个火塘终年不灭，只有在每年的1月份，佤族人才会熄灭火塘来祭拜火神，之后重新点火，日复一日的燃烧着。山螃蟹不仅可以烧，还可以油炸，高热的油温激发出螃蟹特有的鲜甜。据说最开始石山螃蟹被佤族人拿来入药，它对于跌打损伤有着极佳的疗效。可谁曾想，这治病的药材竟然如此美味，山螃蟹也就慢慢被搬上了餐桌。到了晚上，宾客们如约而至，油炸螃蟹也上了桌，为佤族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香气。餐桌上的一张张宽大新鲜的芭蕉叶就是佤族人的餐盘，而直接用手抓饭更是这里独特的传统习俗。勤劳的佤族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，在繁华喧嚣的现代生活中坚守着原始的独家味道。2根索道吊着一个简陋的铁笼，脚下则是万丈悬崖。这辆毫无安全措施的缆车是村子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，没有一辆车能开进这个村子。在以前，很多媳妇嫁到这里，直到去世也没能回趟娘家。这里就是湖北恩施的鱼山村，整个村子坐落在海拔600米高的悬崖顶部，1000米宽的断崖横嵌在村口，阻隔了这个小山村与外界的通路。除了跋涉6小时的山路，村民外出的唯一方法便是这个拴在2根铁索上的铁笼子。铁笼子一次能载3-4个人，可村民每次都是大包小裹，包裹压缩了人的空间，因此铁栏子2侧的护栏往往都是大敞4开。每一个乘坐过的人都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根本不敢往下看。而这条简陋的索道已经运行了30年，零件大都磨损老化，经常出现各种问题，时常将村民运至半路就抛锚罢工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铁笼子，承载了村民全部的货物交易与人员流通。即使每一次坐索道都像是在赌谁的命大，可村里人依旧把它当成宝贝，1人2元。随着柴油机的轰鸣，缆车穿梭在峡谷的2头。张新建是这条路上唯2的摆渡人，另一位摆渡人是他的父亲。父亲作为村长，带领全村通水通电修了索道，去世后又把这个1年无休的工作交给了张新建。他每天早上在家忙完农活之后，就要步行5公里来到机房，开始他一天的工作。随着对面一声吆喝，张新建开启了索道。他的工作就是为来往的村人摆渡，1人1次收费2元，全村200多位村民，1年下来收入不到5000。但是为了其他村民的出行，他必须留守在整日轰鸣的柴油机旁边。遇见恶劣的天气，风雨飘摇，村民内心的阴影面积难以想象。村民和阎王都对张新建的动作十分着急，缆车摆渡和灵魂摆渡都决定在张新建一个人手里。为了改变现状，政府拨款和社会人士的捐款一共募集了32万来改善村里的情况。为了省钱，村民们自己带头当劳动力，一起建成了一个全新的索道。新索道的安全系数大大上升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修了公路，虽然只是一条土路，但鱼山村的茶叶终于可以轻松地运出去了。村民们第一次开上了农用3轮车，踏上了致富之路。相信随着鱼山村村民的努力，建一座桥的梦想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实现。谁说古人一辈子不刷牙？眼前这团黑漆漆的东西，就是明代皇帝用来刷牙的牙膏。这种牙膏含有珍珠、食盐等珍贵材料，是很多普通老百姓用不起的顶尖奢侈品。然而，在很久以前，古人刷牙的方式只有2种。第一种叫做叩齿，就是上下牙相互叩击。比如在《颜氏家训》中就曾记载，每天叩击牙齿300下就可以保养牙齿。第二种方式是用手指、杨柳和树枝等工具，通过摩擦来清洁牙齿，但是这样只能清洁牙齿的表面。到了明代，朱皇帝的皇后牙疼，
他心疼媳妇儿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把用猪毛和骨头做成的牙刷，后来取名叫骨刷。如果你穿越回古代，想和皇帝用同款牙刷，那一定得学会牙膏、牙刷的制作。首先从大黄嘴里夺下一块熟牛骨，将牛骨削成扁扁的长条，接着用手钻出大小均匀的14个小孔，将牙刷柄放入碱水中，用大火煮开，这样牛骨中多余的脂肪就被煮了出来。将牙刷柄打蜡抛光后，接着把猪毛放进石灰水中浸泡1夜，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然后将泡好的毛发分成14份，用针线将其穿进打好的孔里，全部穿好并修剪平整，这样牙刷就制作好了。接下来牙膏的制作也不难，首先需要把粗盐放入石臼中捣成细盐，把鸡内金也捣成细细的粉末。鸡内金就是鸡胃里的一层内皮，将其与细盐、竹叶一起混合后，用黄粘土将它们封入竹筒里，然后扔进松木柴里进行烧制。现在只需要把烧制好的竹盐敲碎磨成粉，再加点具美白效果的珍珠和有着清洁效果的竹炭，再加入薄荷，让牙膏拥有清凉的味道。此时距离成品还差最后一步，烧一些草木灰，用纱布过滤掉杂质后得到碱水，将碱水倒入准备好的材料中，像和水泥一样让其变得粘稠适中，这样就做好了古代的奢侈品竹盐牙膏，纯天然没有科技狠活的洁牙套装，你学会了吗？剧毒的水银加上一杯新鲜童子尿，竟摇身一变成了可以吃的救命良药。它就是藏药传承1000年的左肽，因其是生产各种名贵藏药的药引子，所以又被誉为众药之王，更被藏族人视为千金不换的救命良药。不过左肽的炮制方法非常危险和神秘，全国仅有不到10人能够熟练掌握它的制作技巧。85岁的国医大师尼玛就是其中之一。首先第一步，尼玛使用即将失传的水银洗炼法，让水银从活跃的液体变成稳定的固体。这个过程只能人工徒手清洗，虽然戴有手套，但如果稍有不慎，剧毒的水银就会对人体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清洗后的水银经过40天的炮制，就变成需要入药的水银灰了。接下来把金银铜铁等8种金属慢慢捶打成薄片，然后将它们放入清科水中煮沸。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加入一杯新鲜的童子尿，它可以去除金属中的毒性和杂质。反复持续1天的熬煮后，每片金属表面出现了一层黑色物质，这是童子尿发挥的关键作用。现在把煮过的金属擦干净，将其裁剪成3厘米的方片，就得到了纯净的金属。现在把金属片和木炭一层一层堆叠在干锅中，开始为期40天的煅烧。经过高温的催化，原本坚硬的金属就会变得十分脆弱，用手就可以轻轻掰开，这样就能轻易将其研磨成细粉了。接下来将金属粉末与水银灰按照比例混合在一起，被称为藏药之王的左肽就制作完成了。但是左肽是否合格入药，这需要尼玛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检验。将左肽放入清水中，如果左肽中含有比水重的水银，那么左肽就会沉到水里，就证明炮制失败了。相反则成功。看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左肽，尼玛将其放在舌头上，向众人展示左肽的安全性。中国科学研究院给出的报告同样也能证明左肽的安全性。然而左肽并不适合直接食用，而是作为辅料添加到其他藏药当中。此外，关于左肽的疗效以及治病的原理，至今仍是个谜。最后，你敢吃吗？眼前这一幕特别像《西游降魔篇》中猪八戒的烤猪，不要害怕，这其实是广东顺德特有的烧猪。烧猪是顺德人祭祖必不可少的菜品。每年清明时分，2万名陈氏后裔从世界各地来到家族祠堂，几十头烧猪由族人集资购买。烧猪的数量越多，就越显示着家族兴旺。想要将100斤的整猪从里到外烘烤成熟，对厨子的刀工要求很高。在分割猪肉时，下刀浅了腌料不易入味，太深则会刺破表皮，从而影响烧猪的美观。分割完成后，用盐和白砂糖对其均匀涂抹，给猪肉做一个深度按摩，为接下来的烧制做准备。顺德烧猪用到的是一种独特的地下火炉。接下来有2名壮汉合力将整猪抬起放进地炉内，先用温和的炭火去除猪皮中的水分，烤至3-4分熟时，将其从炉中抬起，用特制的钉刷在猪皮上均匀拍打，使得猪皮上布满小孔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烘烤时让猪皮将液化的脂肪渗出，从而防止皮肉分离。等到炉温上升到400度时，再次将猪放进去，在高温的催化中，猪皮下的水分和油脂变得急剧膨胀，从而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。因为无法观察炉内情况，至于如何把握烧制的火候，却全靠师傅的一双耳朵。只有最老练的师傅
才能熟练掌握烧制的时机，让烧猪烤得恰到好处。时间一到，师傅将其迅速抬出，接着刷上放入冰块的冷水，防止第3次烤制时猪皮下轮焦糊。此时的烧猪只需要再烤制1小时就可开炉生财。连续3次的烧烤，让整个厨房充满了烤制的香气。熟透的猪全身呈现迷人的焦糖色，密密麻麻的芝麻气泡赋予烧猪表皮持久酥脆的口感，这也是衡量一只烧猪合格的标准。在顺德人眼中，烧猪从来不只是一道简单的美食。岭南地区自古远离纷乱战争，当地人依据血脉亲缘凝聚成大宗族、大聚落，祭祖是他们1年中最隆重的家族聚会。10几道美味的菜品被依次端上桌，在这个祠堂中，几千个人围桌而坐，听着族中长辈念叨着过去的种种风情轶事。传统乡村的长幼尊卑、乡里亲情在这一刻凝聚在这宴席的餐桌上。而顺德烧猪作为宴席的头菜，它暗含着顺德人对于先祖的感恩、敬畏，以及长辈们对家族延续的祈愿。这是最玩命的辛酸职业，它可以让你10分钟赚2万，也可以让你的家人肝肠断。上来2万，上不来200万。他们就是拿命换钱的工程潜水员，人称工地水鬼。水鬼顾名思义，这是一个与水有关的职业。无论是盖楼还是架桥修路等项目建设，首先要做的便是打桩。在打桩过程中，如果遇到了复杂的地形或者巨大的水流冲击，钻头极有可能出现被卡住或者掉落的情况。这时就需要工地水鬼的帮助。他们穿上潜水服，拿着氧气管，钻进满是泥浆的桩口，深入地下几10米，把钩子挂在钻头上，任务就完成了。说着简单，但做起来却十分艰难。在浓稠的泥浆中下潜几10米，视野几乎为0，所有的过程全靠双手摸黑进行。再加上强大的水压和复杂的环境，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下潜过程中，绳子还有可能被钻头或者异物缠住，有时甚至会遇到桩口塌方。更残忍的是，一旦发生意外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们依然是清醒的。有传言说，潜水员在下桩时总会带着一把剪刀，如果觉得自己上不来了，就会自行剪断氧气管。上来是人，上不来是鬼，这也是工地水鬼名字的由来。如果真的上不来，工地则会赔偿潜水员50万到200万巨额抚恤金。很多人可能不明白，这个钻头到底值多少钱，非得人工下去捞。虽然10几万的钻头对于承包商不算什么，但如果任凭钻头躺在桩口下面不管不顾，不仅这个桩会废掉，还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和布局，成本高到难以想象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干。危险、恐惧和未知造就了这一高薪职业，但工程潜水员却不是谁都能干的。除了需要持证上岗，还得有过硬的心理素质、身体机能。上岸后还要经历2次危险，从高压环境回到地面，身体很难适应过来，轻者口鼻出血，重者危及生命。生活从来都不容易，孩子的笑脸，父母的白发，让他们每天都在拿命赌明天。但他们也是基建中不可缺少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往哪里搬。正是无数水鬼，才有中国伟大建设。用老鼠药拌米饭，你敢吃吗？眼前这干巴巴的果子是含有剧毒的印尼黑果，当地人常常把这种果实当作老鼠药，而对于新加坡的华人来说，这却是需要花费几百块才能吃到的极品美食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将含有剧毒的水果搬上餐桌呢？印尼黑果来自于一种叫做科帕洋的水果，这种水果非常的稀少，10年的时间才能结出一颗果实。幸运的是，眼前这个男人居然在树底下捡到了一颗成熟的科帕洋。在切开果实前，男人需要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人，因为在切开的一瞬间，果实会散发出一种极为恐怖的恶臭，就像一股令人作呕的马尿味，骚味十足。男人今年58岁，在他10岁时曾被这种味道熏晕过去。这种气味非常刺鼻，几乎没有比它还臭的东西了，它甚至能熏晕小孩。我10岁的时候就被这种恶臭的气味熏晕过。男人说完他的悲惨经历，他又凑上去闻了闻，表示这就是童年的味道。科帕洋果实的汁液不仅臭，而且毒性很强，因此所有触碰到果实的东西必须要在小河边清洗干净，去掉残留的毒素。男人洗完手，却没发现下游有小孩在洗澡，他可能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。刚采摘来的果实含有剧毒，不能立即食用，首先需要将其放在通风的地方静置几天，几天后果肉慢慢风干腐烂，只剩下黄色的种子，然后把种子放进锅中高温熬煮。不过这还没完，想要把印尼黑果搬上餐桌，还需要几道繁复的步骤。接下来，男人在地上挖了个坑，将煮过的果实放进坑里，用石灰把果实埋起来，等待15到40天后就可以食用了。15和40中间这么大的误差，怎么判断果实有没有毒呢？男人判断果实有没有毒的秘诀很简单，那就是期间不定时的挖出来尝一尝，如果味道不苦，身体不难受，那就是没毒了。
这些方法都是祖辈传下来的，照着去做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处理好的印尼黑果经过烹饪后被端上餐桌，人们使用特制的工具挖出果仁，与米饭搅拌在一起，一顿能吃3碗米饭。还有另一种吃法，把印尼黑果与各种香料混合研磨，做成肉汤。在当地，印尼黑果很受欢迎，从街边小吃到星级酒店都有它的身影。那么，这种处理完且没有毒的印尼黑果，你敢吃上一口吗？他们是一群能让患者起死回生的医生，但他们治疗的对象却不是人，而是一张张残破的骨籍。原来他们就是骨籍修复师，一个能让尘封1000年的骨籍焕然一新，也能让腐烂的竹简重焕新生的职业。今天的这位患者是来自宋朝的释文类聚，此刻他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书籍的下半部分因为潮湿、虫蛀等原因已经破烂不堪，想要恢复它本来的样子，所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把粘连在一起的书页分开。修复师的动作必须要轻柔，吸气屏息，慢慢用竹片将书拨开，而这个过程中如果用力稍大，骨籍就会大面积碎裂。接下来需要将骨籍一页一页地进行修复，但是真正的困难是用什么纸才能把残缺的部分补上。修复师们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纸张，查阅各种文献资料，最终效仿蔡伦造纸的方法，用桑树皮历经30多道工序，终于复原出了1000多年前早已失传的古纸。接下来用板栗壳为补纸上色，这样就可以无限接近骨籍氧化的颜色，然后用自制的天然浆糊涂抹在残叶破损的边缘，再把修复用的骨纸贴合上去。这一步必须稳、准、狠，绝对不能出现一点差错，否则就会对骨籍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。最后再把边缘多余的纸恰到好处的撕下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工作了几10年的老师傅，一天也只能修补几张书页。所有书页修补完毕后，再把它们用硬板隔开，叠放在一起。而在这过程中还要再喷一遍水，目的是让纸张内的分子键断裂，使其在压力的作用下更好地和骨籍融为一体。这个过程需要持续10几天。骨籍压平之后，需要机器把它身上所记录的文字扫描成电子版，以便后人观看，再由专门的人员将其用针线缝制在一起。这位1000多岁的老者就能继续把自己的知识传承下去了。这些书籍历经1000年岁月，正是骨籍修复师们的努力，才能让这些骨籍重现1000年以前光彩。